那对于上样和电影过程中的话，其实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哈。当然，我在这里罗列的几个问题，并不代表全部哈。大家如果有我没有罗列到的问题哈，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，或者说你把问题打出来，我们后台统计一下哈。那我们接着来说哈。那如果说我们加完样之后发现，哎，我的样本怎么不往下沉啊，甚至往外冒？那这种的话，如果说我们自己配的 loading buffer，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 loading buffer 的干油含量是不是加错了，或者说我们买的这个 loading buffer， 这个批次的 loading buffer 是不是有问题，或者说我们在就是变性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个 loading buffer 完全混匀之后再去吸这个 loading buffer？ 因为有很多时候没有完全混匀，你去吸这个上清的时候，它可能是里面的甘油含量啊，或者一些其他成分的含量它是不均一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排查一下我的 loading buffer 是不是自己配的，然后甘油含量有没有加错，然后我如果说是我买的 loading buffer， 我先看一下是不是我买的这一批次的 loading buffer， 然后每一个样本都有问题，或者是说看一下我这个变性之前，然后有没有变性的时候，我的样本跟我们的 loading buffer 混合之前，我有没有把我的 loading buffer 完全融化完之后，完全给它混匀之后，再跟我的样本进行混合。那这几点的话，我一定要去想一下。然后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。那如果说我的 loading buffer 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说，我的不同的样本都是用的同一个 loading buffer， 那其他样本都没有问题，就不能说其他的样本都没有问题，就是说，其他同事啊用我这个loading buffer 都没有问题。那这个时候我要考虑一下，我上样的时候是有没有把我的样本完全混匀。这个混匀的话，混匀这个操作的话是很重要的哈，大家一定要秉持混匀的原则，也就是说你。不仅做这个 WB 实验，你做其他任何实验，就比如说你在厂家买的试剂盒，你在测一些某些指标的时候，你都要把它这个检测试剂一定要融化完全混匀之后再用哈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要排查一下我的样本上样之前有没有完全混匀，也就是说它的甘油含量是不是均一的。那这个的话要排查一下。另外的话就是说，你看一下你每一个上样每一个孔的上样是不是都下不去，就是说你感觉胶孔里面好像是有东西挡住了一样。那这种的话，我们要排查一下我们的梳子跟玻璃板是不是匹配错了，也就是说你拿梳子的时候可能拿错了，比如说你用 1.5 毫米的玻璃板去配胶，然后你拿梳子的时候拿成个 1.0 毫米的，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你这个胶孔里面肯定是有残存胶的，然后有残存胶你再去加样的时候，它胶孔里面就感觉有一层一层网状的那种胶，然后挡住你的样本往下流。那这种的话就是梳子拿错了。还有一种情况的话，就是你买的梳子跟你的玻璃板可能这批次的有问题，然后你这个梳子跟的玻璃板不是严丝合缝的，就你插进去这个把梳子插进玻璃板之后，你可以测试一下它有没有，就是说你去晃动一下它有没有就是有晃动的感觉。如果有晃动的感觉的话，它就不是严丝合缝的。那不是严丝合缝的话，那你去凝胶的时候，它那个胶孔里面肯定是有残存胶的。那你去加样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会有感觉到胶孔里面有东西，然后挡住你的样本下不去。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哈。那还有一个原因的话，就是你加的样加太多了。那这个太多的话，可能就是体积太大了。就是你的样本如果浓度很低的话，那你就加这个样本肯定要加的体积要很多，然后才能保证它的蛋白质量是适中的嘛。那像这种的话，如果体积加的非常大的话，那你这个样本就是这个胶孔的它这个上样总体积是一致的嘛，那你再去加的时候，这个样本体积非常大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往外去扩散哈，然后导致这种现象。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加样的时候加的太快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在加最后一滴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冲的非常快的话，它是会有一个大气泡产生的。那这个大气泡产生的话，它就猛地往上一走，然后就会带出来你很多样本。那像这种的话，也就是说加样过多，然后把它最后一个大气泡把它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加样的时候一定要缓缓的挨着玻璃板缓缓的往下加，然后加到最后一滴都已经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再提起这个枪头。还有一种情况的话，就是你再去盖这个槽子的时候，把这个正负极给盖反了。正负极盖反的话，那你在通了这个电源之后，它肯定就是
那个样本不往下走，它往上走。那这种的话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盖这个电泳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正负极不要盖反了哈。那电源的话都很好查，因为红对红，黑对黑，这个的话很清晰明了。那电泳槽子的槽盖子的时候，它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它的正负极，然后就是直接往上一盖，然后有的时候就忘了。所以我们在盖槽子的时候一定要正负极一定要对应哈。孔道漏样的话，极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拔梳子的时候太用力了，然后导致我们的胶有点裂了。如果说你加完样之后，发现你的样本沿着一条裂纹往下渗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你拔梳子的时候导致的一个裂纹。这个的话就要求我们拔梳子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就是说不要左右晃动，就是垂直、平稳、缓慢的往上提起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种情况的话，就是你的枪头太大了，然后使劲往里插，胶板有点变形，然后导致的它这个漏样。所以我们这个枪头一定要适中，然后加样的枪头不要使劲的往这个胶孔里面去插。还有一种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漏样的话，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胶没有配好哈，就这个浓缩胶和分离胶拧的不行，然后你去往里加的时候，它也有可能会出现漏样的情况啊，这个大家要逐一排查一下。电泳过程中秀芬兰弯曲的话，大家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种情况，就歪歪曲曲的跟山水画一样？还有就是人字形的这种，或者是说所有的甬道都没有跑下去，然后在浓缩胶里面就有点歪曲的情况。那像这种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考虑是内槽漏液了。内槽漏液的话，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内槽漏液的话，大家在加电泳液的时候，可以内槽跟外槽加持平的电泳液。这样的话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方法，当然它比较费电泳液，这个都知道哈。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，秀芬兰歪曲的话，就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设置的电压不合适，然后跑的又非常快，产热又非常多，然后这个产热非常大的话，它可能是就这个凝胶部分有点溶胀，那这种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歪曲的现象，就是它在跑着，然后有一些胶孔它已经被破坏了，然后由于产热被破坏了，然后导致它出现歪曲的情况。所以我刚刚有说哈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压条件不要设置那么高，就低压慢跑低温，就是放在冰水浴里面去电泳，然后它可以排除这个产热对这个电泳条带造成的影响，然后它的这个电泳条带的平整性会稍微好一点点。另外就是说，我们电泳过程中发现这个孔道里面有一些残存样本没有跑下去，那这个的话，基本上考虑我们的样本里面有这个沉淀物。那沉淀物的话，极有可能是，第一个的话就是你的样本就是在裂解的过程中，然后出现一些什么沉淀啊，或者说一些透明胶状物，然后没有给它去除掉。那这种的话，我们可以每次这个上样之前，我把我的样本完全混匀之后，我跟它离心完之后取上氢进行点样。那还有一种原因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样本在保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污染了，然后出现了一些污染杂质，然后导致的它没有这个没有完全跑下去，然后在这个胶孔里面有杂质残留。那像这种的话，其实你的样本出现污染，这个问题是很大的，有可能会导致你最后的条带出现问题。像这种我们要重新制备样本了哈。那我们在保存的样本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分装保存，然后尽量避免多次反复动容哈。另外，我们的秀芬兰如果在跑的过程中，你发现你的秀芬兰变黄了。那秀芬兰变黄的话，大家知道秀芬兰是一种 pH 值指示剂哈。那 pH 值指示剂的话，它变黄呢，肯定是你跑胶体系里面的 pH 值发生改变了。那 pH 值发生改变的原因的话，第一种的话就是可能是你刚刚我说的哈，就是你的电压设置的非常高，跑的又非常快，产热又非常多，像这种热量非常大，然后导致的这种就是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们要低压慢跑低温。然后还有一种可能的话，就是你的这个电泳缓冲液，然后多次反复使用，或者是长时间放在那都已经不用，就是放的时间非常长了，然后导致它 pH 值发生改变，缓冲能力也发生改变。所以我们的那个内槽一定要新鲜的电泳液，然后我们的外槽的话可以用我们每次回收的那个电泳液的哈。条带脱尾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原因的话，第一种的话可能是，当然除了我在这个 PPT 上罗列的这3个原因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上样量比较大，
商量量比较大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脱尾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刚刚我说的哈，你的这个商样质量和商样体积是有一个合适范围的哈，大家按照这个范围去做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样本里面有不溶物，不溶物也会导致这个脱尾。我们每次商样之前可以混匀，混匀之后再离心取上氢，然后进行点样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胶不行，就是要不然就是你配的胶配的就是凝的不行，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分离胶的浓度选的不行。这种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说选择那种梯度胶，就是分离范围更广一点的胶会稍微好一点哈。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电泳液。长时间不用哈，就是你放的时间很长，它在冰箱里保存的时候，可能 pH 值会发生改变，然后导致它的缓冲能力不行，或者是说你多次反复使用，然后多次反复使用的时候，它的缓冲能力也是会下降的嘛，所以这种的话也会导致这个条带有点脱尾的现象哈。这个的话另外就是说。如果说你前期我说的那个透明胶状物没有去除，没有完全去除，可能也会导致这种脱尾的现象。那透明胶状物没有完全去除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归纳到样本里面有不溶物哈。我们这个的话可以稍微离心一下，取上氢进行点样。marker 出现哑铃条带，因为我们在电泳的过程中，肉眼就是能看到 marker 的条带，因为蛋白的条带我们是看不见的嘛。所以如果说你的 marker 条带就出现哑铃条带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，就是你上 marker 的这个胶孔哈，是不是出现了里面有小气泡或者小碎胶你没有排出来，或者说你拔梳子的时候，然后操作不当，然后使这个胶孔本来是平整的一条线的这种平整性嘛，你拔梳子操作不当，然后使这个胶孔被破坏了，然后出现这种小凸形。然后它也是可能会导致这种哑铃条带的哈，这两个原因的话，我们要排查一下哈。如果说你最后曝光出来的条带都是哑铃条带，就除了 marker 之外，你的蛋白条带都是哑铃条带的话，那我们的胶有问题哈，我们要重新制胶的，对吧？